哇，回锅肉，哇，白米饭。第一把就是回锅肉，这个有点开心了。洋河这个食材，它的气味比较特殊啊，口感也比较特殊。洋河的木质香调，配上那一锅否饭，你会觉得非常的搭。这个应该就是洋河，对，这是洋河。先吃个洋河看看。它是除了回锅肉之外，应该是还有葱，葱之外就是洋河。我特意把这3个一起夹起来吃，这一混搭，哇，你反而觉得综合了洋河本来有的那个苦味变得很有力量。他用了洋河的汁液去蒸的米饭，哇，真的绝。跟刚刚吃起来完全不一样。对。我吃到好吃的东西，我会不自觉的身上会有一些肢体语言被表达的会比较多一些。可以。可以，对吧？这个是洋河，这个是洋河。没办法，鱼煮的不错。那水是什么水？洋河呀，洋河提纯啊，洋河提纯，那是里边的味道大不大？那必须大呀，嘎嘎香。哦哇，有点像那个白色奶茶一样，就是它是有味道的，但是它又是没有颜色的。清评委们品尝第2道菜品。我是根据中餐的手法改变了一些外观的一种西餐的形式，但是里面的味道还是那小时候的味道。哇，这个酥脆的声音，它吃的肯定口感各方面还行，这次真的这个眼皮不行。完全尝不到一点那个花的这个叶的味道哎。洋河的味道没了，就是完全融在里面。谢谢。可以先喝咖啡吗？这是洋河咖啡吗？不是，洋河油干。其实创作这道菜，我想的就是突出它的本味吧，利用贵州的一个酸汤跟它去做一个融合，跟海鲜最轻味的一些东西混搭，保留它自己原有的一个味道。还有油干加洋河做一个利口汤，酸后带甘。果味。很鲜，很新鲜的鲜。它这个汁调的不错。洋河现在很多地方也用的也不是很普遍。对。用的也不是。这个它实际上是生姜科的。对，姜科的它是。它有生姜的味道，也有点像紫苏的那种怪怪的味道，反正就是没有生姜那么浓烈。感觉是把它当成一道素菜的那种。对，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素菜来烹饪，但是配料用的多，把它作为主料，还是有难度。我有答案了。很清楚答案。非常清楚。回味3个味道。第一道菜，它那个米饭蒸的非常好。对。我觉得这个是没有洋河的味道，吃起来整体好吃。这个呢，挺好吃的，它的干贝跟洋河融在一起吃下去，就很鲜，所以这个很难评。目前看下来，这个不错哎，就最后一个。我再考虑。这个也不错，2个差不多。清评委做出自己的选择。现在票数统计完毕，
3位厨师选择的是大众评委。这道菜的话呢，如果选择专业评委是肯定是不行了，因为你在专业的基础上面已失去了它这个菜的这个形了。大众，没毛病，哥。大众，那大众吧。首先揭晓行业评审的投票结果，2比0比0。2位行业评委投的是张志成。一个它主题突出啊，主题突出，他拿捏得很准。好吃啊，好吃，满口对。对，可以多来2碗饭的那种。行业评委的投票不作为结果，请3位前往大众评委的房间。谢谢，特别感谢。Hello， 我想问一下，那个那屋评的是谁？我。啊，是您。哇，为什么不选那屋？因为我就是希望把所有能决定厨师命运的交给非行业的人。我希望大家能说真话，我接受任何的结果。张老师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哦，就是听说之前你的餐厅啊，就是好像这个心掉了一颗，是不是？不是掉了1颗，掉了2颗。掉2颗啊？对。那这个你有什么？为什么在节目里会问我这么毒辣的问题？我脾气不是特别好，我27岁就接手了别人的米其林2星的餐厅，也做了当时全亚洲福布斯最多的5星级酒店的行政总厨。当然，您说到这个，我只能对我的团队，对我身边的所有人，因为我的脾气，因为我的个性，因为我的种种，我没人能让他们一起跟我共赴荣誉的殿堂。哇，这问题我真没想，真是没人跟我说，我真是不撒谎。您跟我说您脾气不好，那我们3个人没有投您，会什么样的后果？那我不介意，那我只觉得你们没说真话。没说真话。我们心里还是有3道菜的答案的。我觉得有的人把洋河这个很小众的一道菜发挥到了它应该有的位置。现在公布本组比赛的结果。我觉得我这菜非常好，我太强了。我是老北京食神呢也是比赛得过来的。试试哦，试试就试试哦，是吧？结果是2比1比0。获得2票同时晋级的是，他用了洋河的汁液去蒸的米饭，哇，真的绝！洋河的味道没了，就是完全融在里面，很鲜，很新鲜的鲜。张志成，谢谢。获得1票的是老北京食神。其实这一组是一个死亡之组，就是3位1比1很难。对，3位都处理的其实都非常好。我投的是2号老北京食神的，因为我吃的时候会有一种小时候吃到的春卷的味道。就是我小时候我家门口的臭豆腐只要5毛钱1份，然后那个臭豆腐是永远我现在在街上任何一家有名的店里面都吃不到的那个味道的那种感觉。都好吃。洋河这里的话，我觉得，其实3号处理是最好的。第一是你把它的苦味给去掉了，第二是它有干贝的那个软的味道，可是那个洋河它又有一个脆脆的感觉，融合在一起，我觉得是个蛮好吃的一个搭配。那当然这个回锅肉跟这个饭的话呢，我觉得是，整个搭配对我来说是我最喜欢的。你可以吃到它的香味之外，不管是锅气，不管是香气，不管是它散发出来的味道又多了一层。最后 KO 我的是这杯，吃了稍微比较油一点的菜的时候，喝了一口这样，很清新、很清爽，然后在你嘴巴里回味，是一个很 balance 的一个感受。你觉得你可能用了不是市面上最好的米，但是你蒸出了世界上最好吃的米饭。感谢你，真的非常好。我希望有一天你能把自己失去的拿回来。那太好了，谢谢。整个一盘菜，这个洋河的香味，洋河的口感，全部是表达的很鲜明。大师，你知道我们春卷我包了多少根吗？啊，但是春卷我们得包了4、5千根。你别的菜我没有发言权，这个我绝对有。这个蛋液蘸飞了，你之所以边上会烂，你发现了吗？就是有很多地儿，就是你不该蘸蛋液，蛋液只能刷一点，刷在保鲜纸上。你下一次再
铺春卷皮的时候，应该把这一次桌上都擦干净。不，它那个春卷皮太干了。它不是干，大师，这个时候你应该先把春卷皮掏出来，拿棉纸蘸上水把它包起来敷着。你就应该问一下我，他们底下人问我的我都教了，我从不隐瞒。哦，其实对这个进局不进局，我感觉就是，首先这次是一个学习的机会，人家讲有好的建议，我们再有好的建议去试试，对吧？去互相学习嘛，出来就是交流学习的，大家能互相认识学习，这是最主要的。在赢输的话，不重要吧？其实我觉得游戏也好，烹调也好，我们要懂得享受我们的过程，其实这个就是最主要。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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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厉害，谢谢。哎呀，辛苦了，1打2，1打2，特别好，特别好。那个饭我真的很喜欢，特别好。哎，你看那个大厨，这锅转的真叫一个绝啊！哟，确实，没点实力不能转的这么灵活。但要说转的溜，我觉得还得看杜小满。怎么说？这杜小满大品牌有实力，所以产品也特别给力，合作银行资方100多家。关键是灵活借还，当天借，第2天就能还得上，需要的时候再借出来，手头松了再随时还上，既省钱又省心。听起来真不错，能更好的管理自己的资金，还能省下不少的利息。是的，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有实力才给力，够灵活才能转起来。来了！师兄弟对决啊！杨哥，开始！师兄弟之战。奥林匹克金牌队长齐强，我队长，他是我队长。眉头紧锁。请评委们品尝第2道菜品。第2道是共享的，大家来分食的。它的牛舌包裹了一些nuts 在里面，然后又是低温慢煮，搭配起来都是很好吃的。这个牛舌吃起来就比较爽脆，调味更柔和一点。从复杂性上来说，它这道更复杂一点，就做了更层次感，吸收的更浓郁。哇，怎么会这样？它的土豆确实没有入味啊。请评委做出自己的选择。哇，这个难。投票结束。怎么了？知道为什么？哦，天哪，这好香！难怪我的桌子都没有味道啊，淋上去。希望他们是选那边。2位厨师选择的评审监是金色为专业，专业。现在公布比赛结果。从个人角度出发，肯定希望自己赢呀。其实我的菜是比较偏向专业的，那我还是对自己非常有信心的。
比分是1比1。1比1。哇！第一次平局。我选择的是这一道。谢谢老师。你选了牛舌2个不同的部位，外表有非常强烈的烤的这种焦香味，牛的舌尖和牛的舌根，它的咀嚼性是明显吃得出来的，口感很软烂。我的整道菜里面没有用到平底锅之类的，就高压完后面是全直火烹饪。牛舌包烧完以后，我把舌根取出来，让明火产生烟熏味，有火才有烹。然后呢，像这一道菜哈，就是我其实觉得整体来说低温慢煮，虽然说你的温度是提高了一点点，但是呢，我觉得脆度还是 OK 的，因为在2个小时里面其实做的完成的很不错。对于我低温来说的话，2个小时其实远远不够的，它要长时间去的。然后我搭配了一些访问根尼呀，很多土豆和奶油啊，然后就会比较融合一点。这次带来一个非常专业性的菜品，牛舌外面还包了一层火腿。因为它里面的咸味不是很重，用了火腿的咸味综合它，还有一层菌菇馅，最外面一层用了我们中国元素猪网油，提供了很多的那个油脂。因为行业评委1比1打平，所以决定你们命运的就是大众评委的选择，所以请2位去到大众评委的房间。Hello， 3位老师好。哎，我们的这个新厨的这道牛舌，的确是，你是不是有看到我们没有淋那个酱汁啊？对，但是那边他们是尝了，那边都尝了，他们给的评价蛮好的，说这个酱汁。他们有淋。我先讲一讲这个感觉吧。这个菜的缺点吧，应该是做成像那个一样做成3份儿，这样我们切来切去呢，2个男生无所谓，而且还中间还有个女生。当然了，我们也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吃完了才发现这个汁没有淋，这是对这个菜的一种不尊重。对，这是我们犯的一个错误。素厨的这个处理，我在吃的时候会有一点点腥味，这可能是牛舌的那个，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会有一种，我很少在牛肉吃到那个腥味。因为我放了一个很小众而且接受度不高的食材，鱼腥草、折耳根。对，那就是鱼腥草的腥味。对，我是个人不太吃鱼腥草。对我来说，在我的舌头里面后劲很大。那我的话，因为我对牛肉的宽容度非常宽，就算有腥味我也不怕的。那一道呢，面容来讲的话，这一道是非常摆盘啊什么什么都是非常好看的。所以这2道就变成说，到底你是喜欢可能中式还是法式？所以我们究竟是怎么选择的呢？好，有紧张哦，新厨有紧张的哦。有紧张。这位更紧张，我手汗都流出来了。大众评委这边的结果是，我的紧张就是没有淋我那个酱汁，在西餐里面酱汁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用了一些很小众的食材，跟烹饪方式导致了一些问题，接受度不高。2比1，获胜的是。哇，稍等啊，他们的表情哦，心脏蹦蹦跳，感受一下我的心跳。恭喜齐强获胜！恭喜！哎呀，兄弟情深啊！但是你们是唯一一个今天进了2个房间的一组。我投的是奥林匹克金牌，我就想去大块的吃，不用这样慢慢切这样子。加上他用的酱汁可能跟我比较符，还有酱油、有辣椒，吃起来还蛮爽的。我投的是齐强。我投的是齐强。
首先摆盘特别的好看，一下子就吸引了我。最遗憾的是没有淋上那个酱汁，不然的话那个牛舌得有多好吃呀！加油加油加油！下次继续努力。好。强哥，我们俩不管是谁输谁赢，其实都是代表的是一个师门的荣耀。对于我们而言，就是我们俩谁杀都 OK， 希望他走到底。家人们，我来啦！好，家人，加油！上来！哎，你这些食材看起来很新鲜呢。对啊，像这些精美的食材都是我早上从淘宝闪购上下单的，最快30分钟就能送达，天天还能领取大额福利红包。买水果、买菜、点外卖也都可以用淘宝闪购，会更加优惠哦。辛苦了，辛苦了。OK， 一会儿见。这场比赛过后，做球的锐气好像也被挫了一下，因为一轮都没过。来了，蜀圈天菜。哦！加油！哦！一个做全素，一个做川菜。荤素大战呐！对啊。叔叔加油！大师加油！加油！徐小红是四川泰斗级别的人物了。果然是大学老师，我做了将近40年了。他有4、5千学生，100来号徒弟。不认识。不认识？真不认识，没关注过。他既是餐馆的经营者，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用很多科学的方法，发酵了、萃取了，运用到我们的烹饪过程当中。不用去了解，我觉得我有8字真言。什么？不管不顾，我行我素。叔叔他是做素食起家的，他在广东那边有个叫古源的一个素食餐厅有名。他们餐厅是今年刚上广州的米其林，他是那边主厨。那挺厉害的。因为我是做素的嘛，也选了芋头。芋头它的特性就是一定是粉糯的，一定要给它做到入味、糯、香，才是选择了天妇罗炸跟菌菇去结合嘛。其实这个菜它最早是根据北方的炸茄盒改良版的过来，它有它本身的自带的一个香味，就看你在如何一个状态下去烹饪。我的所有套餐，它就像一段恋爱史一样。我们刚开始你两个人交往嘛，交往你必须得润色一下嘛，你情我愿的，大概再试探一下。到中间了，就是两个人已经定型了。最高潮版的时候，哎，两个人热恋了，差不多了，该亲密了嘛。给情绪价值同时，一定要有温度，好吃。炸的一般会比较油腻一些，我旁边配了一个甜品，桃胶跟芋头的结合，甜嘛，两人一直走到底嘛。蜀圈天菜呢，它素食的烹饪手法是跟我们这些传统的中式料理又不一样。在做素食料理应该是比较能突出芋头风味。蜀圈天菜会赢的，它对蔬菜了如指掌。对面那个师傅做什么？做鱼啊。芋头跟鱼我真没搭配过。我觉得有信心跟他比呢。第一个是我本身小时候就喜欢吃芋头，第二个川菜历来就是把普通的食材做不普通。拿到芋头的话，第一要突出芋头的糯香，炸制这个芋块，让它的这个包裹性、这个芋香味呢更浓郁。加上鱼，酸菜鱼嘛，酸味、油脂让它的糯更加的延绵。慢慢熬，熬个10分钟，我们把芋块放到汤汁里面去，小火熬，有点粘性。拿出这一款菜的设计之后，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这包好吃的呀，这怎么说啊？妈，那放2台什么玩意儿？那蒸馏液、旋转蒸发液哈，这个其实提纯效果特别好，提花香啊这些东西都特别可靠。它就是通过这个负压，越冷却那样越还原度高。这徐老师号称化学级的教授。他那个芋头为啥会用到蒸馏液呢？酸菜鱼吃完之后呢，总觉得嘴里面会少一些东西，
我用悬针仪去提取茉莉花茶的清香，做一个甜品，让口味有起伏。老师您好。你好，这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低温悬针仪，提那个水溶性的香薰物质。哦，所以这就是您萃取出来的。哦，对，我来喷一下给你们，10分钟它就会消失。哦，10分钟就会消失。对。哇呀，我喜欢这个味道。是吧？哇，茉莉花香。还有一个很神奇的豆瓣香水。对，手背。对。豆瓣。哦。对。啊，只有豆瓣提神香水。感觉闻起来很好吃。对，就是酱香那种。真的豆瓣酱的那个味儿。真的。是。所以这个也是用这个机子来提纯的。好。哎，对。人类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菜，一定要借助现在的能量，现在的这些个仪器，我觉得能做出更好、是的、更美的美味来。是，就是因为之前我跟老外在做一个联名的时候呢，老外说这川菜呢很好吃，但是上不了大雅之堂。而同时的话，那一场对决之后呢，我就发个狠，我说我一定要开个餐厅给你们看一看。于是我就做了一些低温料理、萃取，还姜汁乳化。因为传统在传承的时候还是需要创新，是的，用科技出来。是的，相声也是传统的相声，我们现在新编的相声和新写的这些相声，一定要随着社会发展的脚步去更新它。是的，是的，一个道理。他们不光是老师傅，年轻人会玩的这些东西，他们都可以。它对于湘豫的料理也有无限的可能。我做菜的理念呢，是用科学来解构我们的经典菜品，重新演绎我们的创新菜。这大师做的东西，是他手拿把切的东西啊。我们的川菜呢，它属于内陆文化，它也是开放的。我想让我们所有的在场的人能感知到我们的风味。这种大型比赛，不管是谁，不管有多大的噱头，它跟人物没有关系，它只是跟菜，根据食材，根据时令，根据传统技艺。没有结果之前，大家都是一匹黑马吧。加油！棒棒棒！加油！加油！我们一致看好徐老师。没有输的可能啊。那我觉得素的里面大一点。芋头，你说搭配鱼就有点，我自己第一次。对面老师是配搭了一个东星斑，很容易就会将芋头变成一个很配角的这样的角色。如果这是一个以芋头为主角的比赛，做素食料理应该是比较好的。请黑衣人传菜。你这个1点0哈。请评委品尝第一道菜。他用了5种香菇做馅心。甜品口味偏酸，但后味很细腻。哎呀，什么感觉？别说。有香菇，就有一种咸肉月饼的感觉。好像酸梅粉。酸酸的一种。皱眉头。第一道菜品尝完毕，请换第2道。这个芋头是能够吃出一个酸汤的一个味道，口感很清鲜。没问题的，徐师傅。哎，没有啊，你也是，彼此。好吃啊！好吃，一直在吃。哇，这感觉刚从泰国回来的感觉，一模一样。哇，芋泥的甜品。真好吃，这么
可以这么好吃？你知道这太好吃了，一个大拇指不够，我小拇指也伸起来给他。芋头好吃，鱼好吃，它那个汤很好喝。哇，非常好吃。Respect。没停勺子啊，意思是，一直吃一直喝，停不下。酒有点上头了，哇！怎么会有香水在我的嘴里？好香！哇哇哇！这个打在我的心巴上，太好吃了啊！爽。好，所有的菜品尝完毕，请做出自己的选择。选择第一道菜，请按1号键；选择第二道菜，请按2号键。会有心理负担，还是觉得蛮紧张的。好，现在我们开始宣布2位厨师选择的评审监事。行业评审。因为我们都是专业选手，我们希望专业，然后来跟我们评判。我也是这样认可的。行，可以，没问题。好嘞。那我们先宣布大众评审的结果。大众评审的结果是3-0，获胜的是徐孝红。好。芋头的美味，它做到了极致，鱼很鲜，对，而且这两个搭配我没有想到是这么的契合，绝了！我就吃一口我就 ，It's over， 完胜局。但是他们的这个结果对这个晋级没有帮助。我们现在去到行业评审间。徐老师，哎，你好。如果说我作为淮扬菜代表人物之一的话，徐老师肯定是川菜的代表人物，所以呢，我们对你的期望值更高，当然评判的要求可能也会更严。今天有点打鼓，但是我觉得有信心。我们是专业厨师，从技术层面、从风味层面，我们交给专业的评委。苏圈天菜，我记得当时他在海选的时候，在我们这一组，当时也是做了一个素食吧？对，做了这个山药藜麦，层次感啊做的还是很不错。谢谢老师。哦。所以大家对你的期待也是很强的啊。老师们也对你有期待了，下次走就完事儿了。本组1v1单挑生存战的结果是，这个芋头是能够吃出一个酸汤的一个味道。他用了5种香菇做馅心。2-0，获胜的是徐孝红。好，谢谢2位评委。好，邵老师。苏源天菜呢，之所以没让你过，一个呢就是整体的味型偏淡，比较平啊，没有什么起伏。就是里面的馅心也好，芋泥也好，整体的口味，2个的口味都比较平。不同的菌菇，我觉得你应该赋予它更多的生命，就是你不要把它们全都混在一起，分开来，就是各自展示它的各自的一种香味。我觉得这道菜会更精彩。我觉得他不仅这场比赛，我觉得他就跟学生跟老师做饭一样，我称他为老师，我只是一个学生，所以以这样的心态去做，我觉得即使输了，我也很开心。徐老师他就是味道变化就很丰富，因为拿到芋头的话，首先第一要突出芋头的本身的糯、香，又不压它，但是要复能，所以我就想能不能用酸菜，然后它复配之后呢，它没有那么腻，而且用了高汤去复能它的鲜味，这样的话就香了一张。那吃了这个热菜之后呢，要清个口，我就用低温萃取，这样既突出芋的香味，同时又有茶香。这个一道菜里面，它就有味觉的起伏、口感的变化，让你很惊艳。我有吃到最好吃的芋头，金汤芋头。谢谢老师。第3组获胜的是星厨。哇，好的呀！于老师大师啊，手就没有问题，但手就要创新。我觉得徐老师在这一点上做的真的非常非常的优秀。姜还是老的啦。我也算一个年轻的老人嘛，因为参加这些比赛的，
可以跟年轻人在一起比拼，让我收获也蛮多的。你看我带的这个姜多可爱，我也想成为一个可爱的人，所以姜，我也不会奥特曼啦。来喽，鸵鸟蛋！好，加油！加油！王老师加油！王老师，喂。请选择你的对手。我选的是黄美兰老师。好。她不是那个甜品女王吗？因为我本身也叫甜咸全弄了。我是通过甜品晋级的，下一场我要做一个咸的，跟你挑战一下。您虽说是做甜品晋级的，但是你是复活赛晋级的，看来再欠点火候。百厨大战，不服来战，我接受你的挑战。好的，没事儿，我们下一场见。女强人的比拼。120分钟计时开始。你做过鸵鸟蛋吗？我之前用过2次。用过呢。鸵鸟蛋是不是很腥？它的腥味是鸡蛋的4到5倍。哦，那很腥哎。鸵鸟蛋的腥味存在于蛋黄里面，所以它的蛋黄是一个难点。黄美兰做什么？谁知道？估计甜品吧，这是甜品是吗？她只能做甜品，对。我有考虑过做咸的料理的话，有一点点腥味的话是可以接受，但是甜品是不行。但因为我是个甜品师，那第一个必须拿出的就是甜的。米兰还是厉害的，他们餐厅20多年都是3星。The Fucked Up， 它是英国唯一一家做分子料理，在2004年首家拿到米其林3星的餐厅，到现在2025年一直没有掉过。他是那个餐厅1线的甜品师，不是一般人能做的。他是唯一一个中国人，对，还是女性，而且他的 offer 从来没有被拒绝过。对，我从来没有被拒绝过。然后我是从一个最严苛的餐厅之一的厨房里面出来，那我们都身上长出骨头来了。我们对自己的作品很有信心。我的主题就是英式早餐。一道以鸵鸟蛋为原料，结合一些创新手法，制作一道英式早餐冰淇淋。我把混有培根的牛奶加热后过筛，只为保留培根的咸味。再把去过腥的鸡蛋液倒进去，用来作为冰淇淋的原材料。它直接在火上加热，对厨师要求非常高的，一般小孩火都不敢用，炒一炒炒成炒蛋了就。这都是这个西餐分子料理黄埔军校出来的人。这是什么？它测甜度。测甜度，它很精准的告诉你它的甜度。我觉得我今天来到这个比赛啊，完全就是学习嘛，学习再学习。我用西多士做底，搭配炒好的番茄酱，最后算好时间，炒一个冰淇淋。手炒冰淇淋来了啊！手炒那挺费劲。来了！他用手跟液蛋去炒这个冰淇淋。很这纯手工。液蛋倒多倒少，搅得快慢会影响冰淇淋的口感，有这种颗粒感，口感会变得非常差。但是它的东西出来以后，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的。专业就是专业，这个有些功夫不是1天2天练成的。黄师傅挺厉害的。哎，他还没开蛋吗？还没呀。是啊。什么意思啊？这个。因为鸵鸟蛋它很腥，那我想用鲜的东西盖住腥味儿，做了一个咸味儿的鸵鸟炖蛋。虽然我是被复活的，但这不代表我比别人差。这次我要为自己证明。这个熬虾汤，这里虾进去是对的，蒸完了之后就会鲜。对。因为这道菜更表现的是一个鲜味和鸵鸟的一生，所以我把鸵鸟蛋锯开了做的那个器皿。然后我发现鸵鸟吃玉米经常，然后我把完整的玉米的粒儿放在里面，把玉米的皮保留下来，相当于它吃掉了，然后在这个蛋里面孵化出来，把鸵鸟的一生都表达在里面了。最后用烤箱把鸡蛋液加热，就大功告成了。
它的鸡蛋生的，没蒸熟。哪里会熟？现在你去看，熟了，没熟，你去看，中间是水来的，真的没熟。怎么会呢？对，你看现在又包出掉层，马上再蒸过。后面那两个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上气儿，没有蒸到那两个。因为万能蒸烤箱是热风循环，蒸锅是蒸汽循环。对，热风循环蒸这个蛋特别不好蒸。战旭，要加水烤一下啊！万能蒸烤箱弄这弄不熟啊，把锡纸要拿来呀。都不相信啊！我这，我能骗人吗？我没懂啊！我这，那主要是没时间了。它这个蛋至少蒸25分钟。紧张了一下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不行那可能确实是有些问题，行了就行了。它差的话，其实就差5分钟，因为我想要的是外面是比较固定的，然后中间稍微有一些流体的状态。送回蒸完了之后 ，OK， 它的那个状态还行。出来比赛嘛，大家都是为了赢来的。放马过来吧，你看我们怎么把你们摁在地上摩擦。简单来讲，王老师肯定 OK 了。我觉得这个碾压了，这个包赢的。最近工作上有压力没有？那感情上有压力还没有？那啥压力让你头发这么掉啊？最近工程款回不来，下个项目又缺钱，东拼西凑也凑不全，我焦虑的每天晚上睡不着啊！小齐给你支一招，用钱别内耗，杜小满随用随到，额度最高20万，最快1分钟到账，都不给你时间内耗。生意好伙伴，用钱好帮手，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好省好省心。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冠名播出。李锦记薄盐生烧，减盐味更鲜，全国销量第1。厨王拼手艺，周转看实力。本节目由实力大品牌杜小满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营养均衡就吃金龙鱼1:1:1，金龙鱼1:1:1调和油，全球销量第1。好漂亮啊！哦，这两个可能有的拼哦，这个有的拼哦，就是都是视觉上看起来都还对，都是有的。啊，好想吃！哦，还有小纸条。敲开我的甜蜜的，我有甜蜜惊喜。用力点，还是比较温柔，大力点。巧克力，哦，怎么了？这是可以直接吃的意思哦。可以啊，巧克力。哦，这就是甜点的。哇，哎，我第一次吃到这样的甜品哎。它是甜甜咸咸的哈，好吃哎。嗯，哎，怎么还会有那种火腿还是什么的那个味道，在这个冰淇淋上面？甜甜咸甜的，哇，这还挺厉害的。小月月都吃嗨了。他是不是喜欢吃我的冰淇淋啊？我还有呢。他吃的好高兴。对，打分吧，打分吧，赢了，这个赢了。真的觉得是目前吃过最好吃的甜点，甜咸全能王今天应该可能过不了喽。是巧克力吧？巧克力做了有点厚。请评委品尝第2道菜。这道菜更表现的是一个鲜味儿。啊，哎，味道好浓郁，是不是？哎，哦，哎。请2间评审间的评委进行投票。
现在票数统计完毕，本组选择的评委是。我都可以，我都可以。那我们专业吧，专业吧。老师好，很好。甜咸圈的王，就是你觉得这一道菜好，还是上一道菜好？其实我觉得就是这2道菜它都有自己的一个优势吧，因为这一道菜更表现的是一个鲜味和这个把蛋的这个一生都表达在里面了。汤的话呢，其实有一些就是半流体的状态的话，其实是因为有蛋清有蛋黄，模仿了它这个在里面孵化的一个过程。我从英国过来的，英国呢我们有一个 English breakfast 是英式早餐。所以我就用英式早餐为主题，然后通过创新的方式来呈现传统的甜品。现在我们宣布这一轮的结果。本组1v1单挑生存战，结果是：我对我的作品有信心。一场硬仗。2比0。晋级的选手是。甜咸全能王，谢。那么为什么不给你这一道菜呢？因为你这个蛋壳是巧克力做的，可能做的比较结实，所以我们在敲击的时候，非常难把它破开，给食用的人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巧克力做了有点厚。我之前有做过薄的蛋壳，但是现场的温度很高，一下子就化了，那没办法，那我只能做它厚一点点。蛋壳是一个问题，但是里面敲开来以后，我觉得就是那个培根加面包加番茄酱，再加上你的冰淇淋，其实我觉得这个4样东西各自为政的那种感觉，是相互抢味的。为什么要给你这个菜过？你把鸵鸟蛋的本味表达得很好，鸵鸟蛋和这个鲜味也表达得很好。这个蛋羹在蒸的时候火候掌握的也会很好，就是它比较丝滑，我可以感觉到所有的层次很好。哇！我刚才话说早了，这个还有个。还有后劲，对，好浓郁。摸到嘴里了之后，然后还变味儿了。哇，网友们真的有点对不住了啊！这个真的，哇！不要哭。真的，一开始真的平平无奇，我真的觉得输定了。过1秒，然后啪，那个东西酱汁的味道一上来之后，这个可能今天难评了。再补充一点，你这个里面加了马蹄是吧？这是马蹄加的也是一个亮点，丝滑的、嫩滑的，突然有一个马蹄的这种感觉，它会反而有层次感。甜咸圈的王，这次要表扬你一下，比上次有进步。谢谢，这回我笑了。被夸当然很高兴，老师们完全的从我这个菜里了解到了我想表达的内容，这个是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事儿。太棒了！哇！棒！其实我还是蛮看好我们咸甜全能王。我当时其实很紧张，我想我们不会被打团灭吧？然后看到他出来，我们素厨确实是长舒了一口气，也给我们助厨队伍给了很大的鼓励。加油！我不服，老师吃不懂我的菜，我不服啊！啊？什么意思啊？这太夸张了啊！这太夸张了，夸张，太夸张了，这个太夸张，不行，要抗议，这个太夸张了，怎么拼呢？不要给你们丢脸了。我现在很不服，你知道吗？如果还有机会，我必定把他们打趴。我不会后悔这个决定。如果再选一次，我还是选择专业。我一定会
用我的菜打动老师。宁波小吃对战这个法国米其林大魔王哦。Et j'utilisais les chairs de toutes les petites pâtes pour faire un gâteau. J'utilisais la chair des pinces pour faire un petit gâteau en croquette. J'utilisais les œufs de crabe femelles pour faire une mayonnaise avec la sauce soja. Et ensuite, j'ai fait un condiment sauce avec la sauce soja et tout le reste des crabes, toutes les pâtes, toutes les carcasses. 做一道宁波海鲜面概念的料理。海鲜面的部分呢，我会把酱油用在腌制丝瓜，用在制作蟹壳高汤里面，用鱿鱼和丝瓜代替面。小吃的部分，用中式的脆糊去裹着蟹肉、紫苏叶，昆布炸制，搭配一个薄盐生抽的手动的蛋黄酱。西方文化对战东方文化。 2位厨师选择的是行业评委，结果是2比0，获胜的是江南 Style。你把蟹的主体表现得很突出，我能感受到它是具有宁波风味的一道菜，就是酱汁也刚刚好，能够把蟹提得更鲜。 这个蛋黄酱我是用薄盐生抽搭配无菌蛋呐，还有柠檬汁去制作的。薄盐生抽的鲜味非常的足，用它制作出来的酱料搭配海鲜，像蟹这种可以把蟹的鲜味凸显出来，它的肉同时会有一些回甜。第6组对决，120分钟，计时开始。加油！做虫子，阿健，加油！加油！加油！ 他们真是太勇敢了，能选这样的食材。毛新老师查了一下他的资料，才知道他也是个很厉害的一个厨师，他在国外很火。广州泰安门开业3个月就拿到了米其林2星，是个非常厉害的餐厅。而毛新是现在广州泰安门的主厨。毛新老师非常厉害，在加拿大的那个厨艺竞技综艺 Top Chef 里面出场过的唯一的一位中国籍的厨师。我毕竟做西餐的嘛，当时也确实是有点小冲动。你用过这个吗？用过。它是什么东西啊？它是一种蔬菜煮。您之前有用豆丹做过菜吗？没有，从来没见过这个豆丹。而且我对虫子本身也不是特别，就是这种虫子软体动物也是有点那个，就是那种起鸡皮疙瘩的感觉。我非常抗拒去摸这个东西，我有生理抵抗，很长时间去适应这个虫子的给我的这种刺激。那个爆浆的吧，那个，我跟你讲，我拿到这个食材，我直接吓死。摸一下我都浑身难受。看我都难受，不要让我摸。哇，云南人这不一样，徒手，够生猛哈。傣族的姑娘也很利落。作为傣族这样的，特别会用这样的东西去做料理。我们云南是有一个虫宴，它各种会拿来包烧，会拿来煮。这是我们要吃的。对。那它要像这样子，它要怎么料理才能入菜呢？入菜它就吃它最新鲜的味，我们就吃它这一点点。豆丹是江苏的特产，我是江苏的，他特地给我打电话问我这江苏特产怎么吃。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对，这豆丹了嘛，这皮啊这么硬，所以在江苏吃这个一定是把这个皮擀了，拿里面的肉，然后还有汁儿来做煎鸡蛋，来做丝瓜汤。它难度还是有的，非常有难度，反正一般人不敢吃。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可吃，但是你可能不习惯吃，或者你没吃过，你就会有很大的抗拒感，你不知道你要怎么开你的嘴、开口去吃这个东西。它豆丹本身就腥味是有点重的，它比我们云南的什么竹虫、蜂蛹腥味要重的很多。然后我就在想，我能不能结合当地的一些烹饪手法，
所以之后我就用那个竹子来烹饪这个食材，加上了一点我们当地的松茸，加一点生姜，一点猪油，熬了一个汤。上面也是塞了一点我们的松针，带有一点去腥的作用。用我们的煮蜂蛹的方式，用火烤，它烤出那个竹香味。我已经闻到了。好想喝一口它的竹筒汤，一定是我没有喝过的味道。第二道菜呢是我们的酥虫蛋饼，但是它里面的食材把肉换成了这个豆浆，开始有香气了吧？野生厨娘，她的一个烹饪的一个经验还是蛮丰富的。我觉得挑战一下吧，我可能会用一些西餐的方式呈现，从它的肉到它的皮，整个把它运用到，看看能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报道了，加油啊，炸了对吧？炸了是吧？报道了，一血。西餐处理这个东西还是有一些困难。我炸了几个试了试，然后我用火腿和干巴菌夹在虫子壳中间提鲜，丰富口感。哇，这么香，干巴菌的香味出来了。然后再做了一个虫子蒸蛋，蒸蛋的同时还能吃到这个肉。我把虫皮磨成粉，加进汤里，补充膳食纤维，效果可能会比较意想不到。我觉得中式跟西式的 PK 啊。宝信老师虽然很擅长西餐，但这次我有绝对的信心，我更擅长料理虫子。地道的口味和虫子的结合，这一次我让他们知道什么是高手在民间。就是它只是提供了鲜味，没有什么特点。我希望让评审吃到完全不同的食物，颠覆对虫子的想象。你能看到它，但是你又不觉得好像我在吃一个虫子，会挺有意思的。加油！有！ We can discuss which one is winning. Who Chef was? Mao or the lady? Lady. You think the lady? 我觉得傣族的姑娘会有看头啊。口味上来说，肯定是我感觉对面会更加的香丰富一点。虫子蒸蛋能比虫子竹筒饭还好吃吗？请选择你们的评审间。你选什么？我想选大众。我想选行业。经评委品尝第一道菜品。哇，这个虫好大颗啊！哦，这是它的皮肤，它的壳。我将虫子皮烘干油炸，然后中间我酿的是干巴菌，加了一点黑醋和这个波特角熬的汁，给它一个酸性的口感，提鲜。它里面有包东西，对不对？它里面有包东西。对。一口闷，感情深。他们怎么让这个豆干变成一个大家不抗拒，同时会觉得好吃的一个料理？这个可能需要一点大功夫。我第一口下去还没有咀嚼的时候，那个味道就已经在我嘴里面散发了。它的味道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是我非常喜欢的重口味的。哦，哦，蒸蛋啊！做了一个虫子蒸蛋，它味道非常的鲜。如果处理不好，或者是你的这些概念没有被评委接受，那可能你就会输啊。哦，他还给了一个甜点。甜点。用那个豆干做的甜点吗？它的皮肤吧。哇。豆干做的一个是什么酥啊？不说。现在流行这种超级食材啊，这个很好，这个可以又脆又香。经评委品尝第二道菜品。他一口汤喝下去就皱起眉头，就在想我是不是差了一点味道。
一口下去，竹子的鲜甜味充满口腔，虫子肉也很嫩，很好吃。第二道菜呢，炸了我们的一个酥虫蛋饼。选择第一道菜，请按1号键；选择第二道菜，请按2号键。票数统计完毕，现在宣布，行业评委的评判结果是2比0，获胜的是毛心。专业有专业的评审的角度，他可能在技术或者是在理念上可能会理解你更多一点嘛。把它做好的，全国性的厨师都能把它做好的并不多。但是他们并不是你们选择的。他不是我们选的。哦，我想选大众。我想选行业。你想大众？对。大众呗。好吧。大众。如果是选专业，不就过了吗？有点担心，就是大众会把票投给他。厨师先稍微介绍一下你们的菜品，对。我这个比较简单，就是纯粹的炫技啊。这是我第一次用这个虫子，我特别害怕软体动物，我非常抗拒去摸这个东西。我用了很长时间去适应这个虫子给我的这种刺激。我是来自云南普洱的傣族野生厨娘，我不是那些有级别的厨师是吧？不是什么黑麒麟啊，什么各种那些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就想着以我们本地的做法来把这道菜展现出来，就全都是雨季时令的一个辅材吧，展现了民族的原风原味吧，可以这样说。其实就像刚刚跟你们讲的一样，在吃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出一个是比较想要保持它的原有的一些风味在里面，所以这有点像是原味加调完味的一个撞击这样子。那我个人的话，我现在就要说为什么吗？不说，不好意思啊。老师，要不我走。好吧。给我心都提到嗓子眼了。那我们来公布这一组的结果。本组单挑生存战，结果是：我已经拿出了我最擅长的料理手法，我有信心打动评审。表达和创意是最重要的事情，尝试之后就没有遗憾，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不会后悔。结果是2比1，获胜的是毛心，成功晋级。太好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